这种战争打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比较讨厌这种战争会拖很久啊，因为大家都是利用战争在建立或者巩固国内的声望嘛。洪生是越老越糊涂的一个人啊，没事干去把那个泰国里面最亲柬埔寨的贝东塔给拉下来了，而且自己还收拾烂摊子啊。现在本来还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主张，现在都没了。泰国现在是人人都是上武重战，看怎么办？对，战事真的是一触即发，尤其是泰检的大战已经进入到第2周了，完全都没有任何降温的一个迹象。这一次泰国直接祭出他的 F-16来轰炸柬埔寨的最前线，包括他也在泰国的沿海的5县市都开始做宵禁来备战，甚至他们的总理这个时候也煽动起了这种民族主义。有人说这个农民都要一起的来上战场了，大家都支持跟柬埔寨继续的打下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一起泰检之间的火爆冲突已经全面的升级，即使有国际的协调来斡旋，双方仍然是持续的交火。先来看到泰国国防部最新消息，他说柬埔寨方面军方13日趁着深夜的时候，不断的攻击泰检之间的边界，包括了无人机直接就侵入到了泰国上面的领空，迫使我们泰方展开了报复行动。那么泰国是出动了什么呢？是在13号的深夜，泰国直接出动了他的2架 F-16战机来轰炸柬埔寨的前线，还包括了在边境的饭店，甚至2座是可以运送武器的桥梁都被泰国给炸毁了。除了在空中，我们看到地面部队随后也一起推进到了边界，包括了多辆的这个战车直轰波贝市一座赌场，整个赌场都遭到了摧毁。这时候泰国也宣布了进入紧急的备战状态，包括东南部它的这个施达勒府的5个县直接开始实施宵禁，并且正式的宣布要封锁泰国湾，把这一些可以运往柬埔寨的，不管是石油或者军事物资，全部都给阻断拦下来。而泰国更在边境这边查获到了来自于柬埔寨士兵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说清楚地记载了超过36处的地雷埋设的坐标，还有完整的地雷的图片等等。局势如此的紧张升温之际，这个时候川普赶快出来介入了。最新他和泰国的总理阿努廷通话之后，川普就立刻在他的社群上面这样写，他说通完话之后，我将先前发生的这起地雷爆炸定调为一场意外。川普还说这个泰检现在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话才刚说完，没有想到泰国总理立刻打脸川普。他强调呢，有关于这一起地雷爆炸完全不是意外。他还说了，接下来会继续的打下去，要让柬埔寨完全的去军事化。这场冲突至今已经造成了数字还在持续的统计上升当中，至少200人死亡受伤，4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注意到了，在战场中这一次打战一名怀胎4个月的柬埔寨女兵在作战中还因此殉职。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吕舰长，怎么看呢？这一起泰检的冲突规模、战事是否在扩大？泰国这时候封锁柬埔寨，而且做宵禁备战，是否已经走到临界点？舰长怎么看？的确是上一次也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泰检的这些冲突的时候，其实泰国并没有全面的进入备战，而且还对于南部的5个县实施宵禁。现在更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要封锁这个泰国湾。我们来看一下泰国湾实际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可以封锁到整个柬埔寨的部分，不过那也是痴人说梦为什么？因为比较接近南海的是柬埔寨，而不是泰国那而且这个油呢，它只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之后，其实它是挡不住这一个柬埔寨的。但是呢，我们这样讲说这个泰国它的海军的实力其实是远超过柬埔寨的。这是我们看到，虽然它有航空母舰，但它的航空母舰现在没有舰载机它的舰载机全部都是直升机。但是呢，它有新一代的这种巡防舰。那如果说对比这个
那柬埔寨的话，柬埔寨没有这个实力，柬埔寨全部通通都是这一种，我不能讲小破旧啊。那但是呢，真的是吨位只有245吨、250吨的这些小艇，根本不是对手。那如果说回到原来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打起来的，其实就是为了钱打起来。为了钱，大家不愿意讲而已。大家一直在讲的是什么？讲的都就是这个在泰柬边境上的一个扁担山脉上的博威夏寺啊。那这个博威夏寺其实它是西元889年的一个湿婆神庙。那我请教一下，你泰国是拜湿婆神吗？不是吧？那为什么你要对于这个地方这么重视？开玩笑，他一定说我寸土不让。可是大部分的观光客都是从泰国这一侧过去的。那泰国更想把它的边界从原来的它只有这个我们讲到的博威夏寺的一角，再继续往东推。可是往东推，开玩笑了，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你的东进就是我的西退啊，所以也绝对不让。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个柬埔寨跟泰国的这个实力这么悬殊之下，他为什么实际要打？真正的寸土不让的是柬埔寨。但是呢，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大家都有不可以输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对于柬埔寨来讲，洪马内他是父亲扶植的第2代，不能输。那至于说阿努廷来讲，他要全面改选国会，那他也是要来竞选的，那他怎么能输呢？当然，两边争执不下，川普出来求和，那当然盘点最后就是我的泰国最主要是观光收益，更不怕你美国立刻打脸。是，确实哦。现在所以因为这一起事件，泰国政治也是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尤其阿努廷现在压力很大，但是也因为这个压力哦，包括因为现在整个内部哦，人民也非常的支持政府继续的打下去，所以呢，泰国内部说现在掀起了所谓的民族主义浪潮，刚好就是很适合，很对于现在的保守派阿努廷是非常的有利的，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当中。那阿努廷他是现在泰国的总理之外，他是2012年重返政坛的，领导了泰自豪党。那他的优势就是他可以结合包括了地方的派系，还有这种结盟保守的精英，所以他在泰国内部迅速的做大，而且这个被这个分析形容他是政治的变色龙，他可以擅长动员民意，又可以展现对于皇室的效忠。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带领泰国又走向战场呢？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民可能会跟随他起义。杨老师怎么看？阿努廷是在疫情期间呢，整个在泰国负责疫情处理的官员，他是当时的公共卫生部长，他也做过内政部长。所以他个人是比较就是在官僚跟政策层面受到肯定。可是他参加的那个泰自豪党是唯一的一个把民粹主义写进党纲的这个泰自豪党。但泰自豪党大概是排名第3大党，大概目前拥有70席的这个议员。那另外2个党呢，维泰党，那就是塔信所创建的。那贝东丹在8月份下来之后呢，阿努廷上来。那阿努廷上来的时候，他就承诺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因为人民党支持他才有这个机会嘛。因为人民党第1大，那人民党大概有143，那贝东丹的维泰党大概140，所以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他现在就宣布了。那刚好又碰到就是边境冲突、领土的争议。上一次才5月份的时候才跟柬埔寨打了一仗，那可是呢，现在又在起，川普再打电话没有用了。因为我们要选举了，谁敢退？哪一个党敢退？要退的时候，你会不会被这个保守派或者被人民这个谴责？然后呢，军人背后的这个影响力，泰王背后的影响力，没有人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泰柬的冲突上敢说要和平。为什么？因为上次的贝东山说要和平啊，结果8月份他就被解职了。所以我是觉得现在45天到60天之后要重新举行选举，大概1月中到2月中，泰国要举行新的这个选举，到底谁会赢？是维泰党还是人民党？人民党现在有机会回来，因为人民党之前叫前进党，就他在2024年8月的时候被宪法法庭解散，为什么？因为他支持要去修改那个就是藐视王室的这个条款，那是宪法第112条。
因为这个东西它被要求解散，可是他又重新这个不见得改头换面了哈，但是呢换一个名字叫人民党，所以接下来是人民党跟泰自豪党可能会结合，也就是阿努廷跟人民党之间的结合哈，可能会回到泰国的这个政权。那因此呢，这个边境的冲突要继续坚持下去，反正泰国的军力是比较大嘛，不会输的。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阿努廷他其实声势正旺，他甚至还喊出说要去柬埔寨的军事化。看起来这场泰柬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吗？那美国斡旋是不是接下来就会失效了？委员怎么看？不能说失效了，因为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面对泰国跟柬埔寨这两国的冲突哦，都有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问题啊。对，而且正像杨教授讲的。两边都有在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啊，柬埔寨也有啊，然后这个泰国也有啊，所以啊，因为内政延伸出来的有打仗的需要，那大家放心说，这种战争打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比较讨厌这种战争会拖很久啊，因为大家都是利用战争在建立或者巩固国内的声望嘛。你说阿努廷。他现在怎么能退啊？对不对？他当然喊口号喊得很大哈，但是实际动作他自己也知道哈，因为这种打下去对泰国的经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喊大声一点，为了泰国的光荣啊，这一次要把柬埔寨给打服下去啊，这种话每个人都会讲啊。那洪森啊，也不遑多让，洪森是越老越糊涂的一个人啊，没事干去把那个泰国里面最亲柬埔寨的贝东塔给拉下来了，他现在自己还是收拾烂摊子啊。现在本来刚才那个杨教授讲对，还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主张，现在都没了。泰国现在是人人都是上武重战，看怎么办？对，那洪森现在自己应付他内部也要去鼓励啊，也不能示弱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带领的柬埔寨从慌乱中从那个波塔政权里面脱胎出来的，他本来讲他功劳很大，可是真的要打仗的话，我们小先生讲对，两边实力差太远，他会被泰国碾压啊。光他的1年度的军费，泰国是他的25倍啊。所以光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怎么打，不可能打。可是问题不可能打的话，他也不能喊得太小声啊。持续关心东南亚现在战火是不是真的已经失控了？尤其泰国还甚至出动他的 F-16火箭炮轰到整个机场、医院，这是在泰柬的边境哦。50万人现在仓皇的逃跑当中，难民现在非常的多。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说他要来通电话，这一场区域性的冲突会不会持续的扩大升温到无法控制呢？赶快来看到是最新的消息，这泰柬的冲突，这一次泰国除了出动他的 F-16之外，双方更是把他们所有的最厉害的武器都拿出来了，战车、无人机、战斗机等等，都是战场上面等级的。泰国开始指控柬埔寨说，你不断的用。不管是遏制的武器，这种多管火箭炮遏制武器，或者是中国大陆制的这种远程的火箭炮，来射程甚至高达最高130公里，对准的就是我们泰国的机场、公立医院，甚至还有这个平民的地区。他说你这样做已经踩到红线了。这一场这个冲突已经持续的升温到泰柬的边境，学校停课，医院当然也都会全部的做关闭，因为全部都是炮火。官方现在做统计，这个死伤人数持续的，当然还在统计当中。目前有20人至少丧生，还有88个人受伤，40-50万的居民被迫撤离，避难所都是现在看到人满为患。柬埔寨的国防部直接说了，当地超过101000多人已经被迫疏散了。这个时候出来7月份出来协调的川普，本来说已经签好这种和平相关的协议，没有想到他又碰到这种事情，他只好说他接下来会亲自的出面打电话，要阻止这一场冲突。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的失控了，这一场边境冲突如何演变？厉将军，我觉得这是当然，泰柬这两个国家为了这个边境上面这个神庙，已经冲突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哈。那每次都借着东协啊，或者是中国出面来调停，然后化解战事的纠纷。但是我觉得这次来讲，双方所摆出来的态势会有很大差别。我认为说泰国这次他的策略会采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他这次会彻底，因为他话已经讲出来了，他要彻底瘫痪柬埔寨的军力，让他以后来讲
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兴风作浪。那我们看到柬埔寨这时候所提出来的，柬埔寨讲的是说，希望随时做好谈判的准备。这双方的态势很明显看出来，柬埔寨就比较弱，泰国就比较强。那泰国为什么这个可以比较强的态势呢？我认为说是因为它的军武来讲的话，远远这个超越过柬埔寨。它不管是空军的 F-16战机，或者地面的战车来讲的话，陆空战力都远胜于柬埔寨。虽然柬埔寨有它的所谓这个远程的火箭炮，但是这些都是无导引的火箭炮，那在没有空优之下是很容易被消灭的。尤其是说，我觉得最能够代表泰国这次的决心是这个阿努廷他的总理这时候解散国会，让国会重新选举，就是能够获取所有民意的支持，让他来打完这场战争。他这是要彻底的瘫痪柬埔寨的军力。那柬埔寨来讲的话，这是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那之所以说，不管是中国或美国，还有东协来讲，还有没有能力来劝和促谈，我觉得有相当的难度。好，泰国都已经喊话了，他要瘫痪整个柬埔寨的军力，但是没有想到柬埔寨还是依然的持续扩大他的战火。这时候，川普说他要出来打电话做调停，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吗？还是美国他自己真的很想要介入在东南亚的事务？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样子，因为美国它不会缺席，美国不会缺席啊。我认为，但是美国手上是有筹码的，有3个筹码来做使用。第一个，我有关税筹码，美国对泰国36%降到19%，对柬埔寨也是36%降到19%，他们都19%来看，19%来看，虽然有还是蛮高的。你们好，不要打，停火，我跟你们关税上啊，给你们一些弹性，向下弹性。哟，这样子啊，哦，这样子，那我就听话了。因为美国在东南亚它不会缺席的，因为它的这是区域的影响力，它绝对不会松手。那关税是一个美国的筹码，美国手段。第二个，军事的诱惑，因为2个都要买美国武器啊，尤其是泰国，泰国有 F-16哎，泰国还有 F-51哎，都是美国的哎。哟，你这我给你好一点的飞机好不好？哎，给你一些零件，你的零件已经不够了。同样的，那柬埔寨相对于泰国更落后，我也希望你们帮你提供你的防空系统。哟，这样子啊。有这种军事的诱惑还蛮大的嘞。我们现在正需要，就是这个泰国有柬埔寨的这个方面的压力，那柬埔寨又有泰国的威胁，好，2个刚好都听美国的话，好，我帮你们提升这个军武的这个层级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个也是个诱惑，因为美国有这方面的能力啊，美国是军武大国嘛。第3个，我认为是金钱诱惑。我们这在军售的上面都有回扣款，那这些高官呢就会乖了，你看到那个大饼，那个钱在那个地方，哟，这样子我买了这些武器装备，钱付了，还有一部分你转一下到自己口袋了。对啊，你要听话啊，你听话就是这个好处啊，这个就叫做回扣的诱惑。那这3大诱惑呢，关税的诱惑也好，军事装备的销售的诱惑也好，回扣的诱惑也好，这些政客，尤其是泰国跟柬埔寨，都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都希望发大财，尤其这些政治的人物都需要发大财。美国会不会丢个小钱，丢个小惠？他们就会低头。我认为他们就听美国的话，因为美国这3大筹码还蛮管用的嘞。好，再来我们来看哦，那最后是刚是在军事上面的比较，那在政治上面呢，泰国总理阿努廷最新在社群宣布了，他说要把它还给权力交还人民哦，所以要解散来国会，包括了这个泰王也已经同意了，泰国确定45到60天内就会举行大选，这样做是不是就能够控制整个局势，还是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杨老师怎么看？泰国的政治最近都跟这个泰柬边境的冲突好像密切相关。上一次那个女总理应该是贝东丹，她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事件当中就打电话给柬埔寨的，就是洪森，就他 uncle 不要这样子嘛，我们这个关系很好的，都是我们军方部队。结果录音泄露出来，就被迫就下台了。他那个时候是9月份下来之后呢，那这位阿努廷呢就上来，可是他上来形成是一个少数政府，那受到了好多的小党的这些就联合的支持。中间很重要有一个叫做人民党，但这个人民党不是以前的人民党，它是由以前的之前的叫做前进党啊被解散，然后呢重新组合一个人民党，然后改成为这个党。那前进党为什么被解散？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讨论
针对泰国宪法第112条对君王不敬的这个条款，他说是不是要重新讨论一下，不要这么严苛？哇，结果被宪法法庭判违宪，被解散。但他改个名字，然后现在也改一个领导。那可是呢，你现在看到他就是当初要求阿努廷，我们来支持你少数政府，但是你承诺年底以前要解散国会，重新改选。那你看到他现在趁这个时机点，就在接下来45到60天之内，所以1月到2月泰国国会进行大选。不过这也显示他们现在认为对这个泰缅边境的这个冲突不认为会扩大到影响泰国的内部的政治。但是泰国内部的政治会不会因为这个边境冲突的扩大影响他的选举呢？我觉得是会。现在就是大家大概面对外界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都会比较保守，那比较强调爱国。那这个时候呢，谁的声音喊得比较大？所以会是塔信家族的这一方的爱国党，还是说是由阿努廷跟人民党所组成的这些少数政府呢取得的这个多数呢？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对。但到底他这个党将来怎么去跟泰国的军方去做妥协？而泰皇又如何在未来的选举当中有怎么样的影响？泰皇虽然是高高在上了，但他还是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泰缅边境的这个情势的发展对于接下来不确定1月还是2月的这个选举，还是会有它的这个冲击。没有想到平静了一阵子之后，泰检竟然爆发了10年来最大的战火失控爆发。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包括了 F-16都被出动了，怒炸检国的军方。泰国也怒呛说要打到你检国没有能力反击为止，完全不给川普任何的面子。东亚现在被解读是不是成为的中美之间的火线代理战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就是在这一天12月7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泰检开战，爆发10年最大冲突。7号的凌晨是一路烧到了8号的凌晨。先来看到双方出动了什么样子的武器。首先呢，泰国的军方指控柬埔寨使用的是无人机投弹，并且呢，以卡车载着 BN-21火箭，不断的向平民居住的地区来做发射。12月8号，我们来看到泰国空军则是立刻出动了他的 F-16战机来打击两国边境的这个柬埔寨的一个阵地，双方剑拔弩张，目前是知道已经造成了5死他们这个伤亡人数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我们来看到双方的一些高层是怎么样回应的。首先是泰国总理，他说介于柬埔寨对于泰国采取的军事行动，泰国是不会进行任何的谈判的，这立场踩得非常的硬。再来看到洪森，则是说红线已经划定了，他们将会展开的是报复侵略，并且他说呢，已经跟红马略开始做讨论，共同指挥应对来做侵略。双方已经剑拔弩张要开战了。好不容易泰检10月底才签下的和平协议，现在12月过了2个月的时间而已，火炮、战机直接开打，战线可不可能全面失控？怎么回事？大使怎么看？这个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双方的这个驻地的部队有的时候作为他比如说这个地方他没有布雷，他突然布了雷，就把对方炸死了几个，那对方他就报复了嘛。因为这块土地目前就是说，有一个双方的一个缓冲地带，可是双方都认为那个缓冲地带应该是我的，所以呢就变成有的时候你去这个你去怎么样？你去巡逻，会发觉过去大家没有搞一些暗桩，那现在突然有了，然后他踩地雷被炸死了。对，其实这件事情，这个最近2005年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然后一些零星的冲突以后越闹越大。对，然后呢，这个当然这种情况现在看起来也跟各国的国内的情势是有关的。你知道这个当时的话，泰国的前首相塔信跟这个洪森两个交情非常好，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前线两兵的冲突，双方的驻军冲突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佩通坦打了一通电话去给洪森说，洪森北北，这一叫以后，洪森最后说我不想让我把这个整个推翻以后，那个佩通坦塔信女儿就下台啦，塔信还被关起来啊。所以你说现在发生事情，泰国的阿努廷
他敢弱吗？他不敢弱。本来这种事情双方讲一讲就没有。这块土地争执，它没有多大，非常小一块地。你知道这块土地冲突从什么时候开始？1903年开始。100年。哎，这柬埔寨国家还没独立之前，跟他的前面的这个殖民政府法国就有了。1953年柬埔寨在成立啊。那么双方在当时其实关系还蛮好，用国际法庭来解决领土纠纷。只是说当时1962年国际法庭把它判给了谁？判给了柬埔寨。泰国不服，不服的话就不承认，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现在，双方没打过大仗。双方都是零星冲突，你死个3个，他死个5个，所以就一直在这样。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又破局了。其实我认为它还是会慢慢还会停下来的，因为它的利益不大，象征性的利益比较大。它不是那边有石油，那边有什么钻石，有什么矿，那边小块地，它就是一个庙，叫博威下庙，是一个古迹而已。对，就是如此而已啊，有什么好争的？死那么多人没有用嘛。可是唯一感觉最没有面子的，应该就是川普先生。川普先生为这件事情，他还要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见川普做事不牢靠。你搞的和平协议根本就是怎么样？就是临时为了要你得一个奖，就搞了这样。那事实上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嘛？你就是什么啊？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急着怎么样宣告自己的这个调和的绩效？那这个问题还会继续下去，我觉得也不会闹大。好，100年的问题持续到现在，持续的引爆，那么在现在是正式的持续爆发。那包括在这背后牵扯到中美之间的角力，我们等一下也会持续的来看。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柬埔寨明明就知道自己的军力明明就是不如泰国，为什么还是愿意继续的打下去？而且呢，为什么到底呢完全的要跟泰国做拼命呢？来看到在海陆空上面，到底双方悬殊有多大？首先在空军，泰国等于就是说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了，因为它的战机数量112架，还包含了来自于瑞典的施救跟这个 F-16。那么空军的人数4.6万人，柬埔寨竟然是没有任何的战机，双方战机比112比0啊。那陆军同样是重装碾压的，这是在泰国36万的兵力跟7.6万的兵力做相比，而且他们的战车数量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达到2倍的。海军层级更是完全不一样。泰国的海军7万人，它还有航母。看到柬埔寨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航母的，泰国还有作战的舰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包括了国防预算泰国明显的是高于柬埔寨。为什么柬埔寨拼了命还是要跟泰国打到底呢？这2个国家不能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去衡量啦。那柬埔寨是历史上的弱国，这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柬埔寨的赤棉非常有名。从1975年的赤棉接掌政权之后，残杀了不止200万柬埔寨人，那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那可是呢，柬埔寨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它从来没有一天是现代化过。就算是你今天看到的西港，也就是西哈努克港，纪念他们的那个亲王而命名的这个港，也都是中资在帮他们建立的。所以金边政权长期以来超过60年的贪腐，所以他们的军力本来应该要放在国防上面的钱，都就是被人为就是人谋不臧给稀释掉了。所以你说不管现在是洪森或洪马内，他们今天当了长期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在民生议题上，更不要讲国防了啦，空军连1架飞机都没有，这样也可以，鬼混了50年，没有1架飞机，没有1架作战飞机，你这样也可以，这样还算国家吗？我都不太晓得。他的空军只有直升机而已。那海军更弱，海军弱到说泰国还有航空母舰了，你有什么？我只有巡逻舰。其实泰国的航空母舰早就已经报废了，都不能用了，上面的战斗机早就已经送进焚化炉了。大家知道吗？泰国没有航空母舰的啦，那是假的啦，摆的好看的。但是就算这样子，我也强过你柬埔寨很多倍。所以其实这2个不是拿来可以相比的。泰国那个空军还有个亮点，它竟然有什么？它竟然有 Gripen， 就是 JAS-39
瑞典的施救战斗机是公认第4代甚至4代半啊，跟我们的 F-16是同样优秀的一种战斗机，泰国竟然有了，所以为什么？所以他们还知道要与时俱进的进步。那柬埔寨在洪森跟洪马内他们父子俩的统治之下，你现在在边界上面为了这个一小块，刚才大师讲的其实那是很小的狭长地带，为这种事情又这边死了6个，那边又死了1个，又伤了8个。其实今天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什么？意义在我们今天泰国不能够示弱。为什么？如果示弱会危及泰国现在的内阁的政权的地位跟巩固，所以它必须要表现出强硬的态势，还出动了 F-16。你出动 F-16，我说句实在话，你可能还找不到目标来炸。因为为什么？因为柬埔寨的军队可能都躲在丛林里面，那个不是出动 F-16的，那要出动这个丛林特战部队，你才能够去找到柬埔寨的有实力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所以我是认为这2个国家的边境冲突不会太久，但是还是那句话，这2个完全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国家。那泰国你也帮忙好不好？得饶人处你就饶了他吧。对，不过这场战打下去也会被人家解读说，你川普不是早就已经帮这2国签好了和平协定了吗？和平协议了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持续的打起来？泰国也太不给川普面子了吧？那另外一方面，泰国背后有美国支持，柬埔寨背后有中国大陆的支持，有人视为是中美之间在东南亚的另外一场代理战吗？尚志哥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说法太粗糙了啦。大家知道泰皇不是前阵才刚刚是中泰建交50年第1次访问那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部分的接待，而且这里头也有跟泰国很多的中泰之间的包括经济各方面的签约的一些进展。那当然大家都觉得没有错，以前过去柬埔寨的时候，洪森当然是跟北京是完全是绝对的麻吉。可大家特别知道因为现在这个柬埔寨的部分的总理，也就是现在洪森的大儿子，就是洪马奈或洪马内，他已经正式接班了那当他正式接班之后，要记得大家觉得柬埔寨还是要仔细观察，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中国也是比较谨慎的来对待这个接班人。因为要知道这个洪马奈呢，他就是小青年就是送到美国，他是念西点军校的，他在念纽约大学，然后到英国拿到博士。也就是说，他作为小孩子、青少年开始，他整个就是受到整个都是以美国为主的美英的西方教育，所以他在很多的价值上是跟美国很倾向的。现在虽然洪森在没有错，可是当时就引起一个巨大的部分，就是他当时就任这个总理的时候，他竟然邀请了真的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坐在正中央，而中国的大使竟然坐在旁边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虽然不是说这干冒大不讳，你就可以理解到现在洪森的儿子的状况是多么倾向美国。所以这个在使得跟中柬之间的关系，你不能认为中国就傻傻的，你老爸跟我很好，我就都认你。在这些小地方的态度上，其实中国现在变得比较谨慎。也就是说，现在泰柬的这一次的部分的刚刚发生这个战争，在边境上也不要小看，不是偏僻的地方，40万人已经开始跑了。两边的部分，40万人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家花莲县就是40万人，全花莲人能跑了，这是什么概念？也是很多的所以这里头的影响性还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时间里面，无论在美国的国务院或者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都没有立刻的，比如说劝和或等等，大家都还在观察这一次的部分的再起争端的摩擦性，是不是刚刚竹荣前面两位讲的，很快其实就是一个小摩擦，或者说它后面会继续扩大成一个政治上的部分的冲突。但无论如何，泰柬其实没有撕破脸。但是就洪森先前跟塔信家族的部分的这个已经怎么讲呢？已经真的是撕破脸了，有心结，如果没有心结，总也有疙瘩。泰柬的冲突是不是洪森真的赢了呢？因为他曾经预言说这个贝东塔会遭到下台。被裁罚，结果真的预言成真了。到底为什么他这么了解泰国境内的政治制度呢？塔克辛王朝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一直被陷入在毁灭的魔咒里面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这是来自于泰国宪法法院的最新裁定哦。其实呢，贝东塔才担任总理职位1年而已，就已经被停职了。理由是因为他在处理泰柬冲突上面是违反道德标准的，因此呢，要把它给解职。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这个民调支持度其实也非常的低，现在最新看到竟然只有9.2%而已。比较奇特的事情是，
这个前总理，这是来自于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呐，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泰柬冲突爆发的时候，他就说过贝东塔之后会被解职，而且是3个月之内，结果就立刻的发生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神预言呢？请教将军怎么看？是他的政治预判，还是他有一些特殊的情报掌握？可以说泰柬的角力这一回洪森赢了吗？我这样讲啊，真的结局最后还是证明洪森赢了。虽然说是贝东塔有努力过啊，这次来讲的话很明显，那双方因为边界的问题哈，最后闹成这个疆界军事上的冲突。然后那时候因为这个军事上的一些擦枪走火啊，贝东塔就打电话给洪森哈，那称呼他叫叔叔哈。那事实上他们以前也真的都是这样叫，因为他们2个这个父子辈就是洪森跟这个贝东塔的爸爸塔克辛来讲的话，他们以前这个是等于说是同一辈的这种政治人物了，分别在泰国跟柬埔寨担任总理，所以贝东塔可能小时候就习惯叫他叫叔叔，所以他叫他。但是你忘了你现在的身份是泰国的总理哈，那你一个总理去称呼别人，等于说把自己泰国的地位做低了。当然后续来讲，我们就看到泰国为了这件事情，后来发生了柬泰双方就真的发生战争，甚至于动用到飞机互相的轰炸打击哈。那还好，经过这个调和之后，那双方又恢复平静。但是本来我那时候以为说是贝东塔哈，这个用这个军事上的打一个胜仗来挽回军方对他的支持，但是没想到他还是被弹劾。那我们要了解啊，其实我觉得洪森会做这个动作有他的道理在，因为泰国政局本来就不是很稳定。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泰国有分红衫军跟黄衫军哈。红衫军是支持塔克辛家族的这个，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为主，因为塔克辛当总理的时候，对这些农民都非常的照顾哈。那他也等于说是类似改革派哦这种概念，他甚至于不是保皇派，但是这种就很容易你照顾乡下，反而城市来讲就没有照顾到，所以城市跟军方是属于比较保守观念的，也可以说是保皇派哈。所以军方跟城市这股势力来讲的话，就跟民间农民的这些势力形成对立的一种状况。可是我们要知道，农民就是多数嘛，所以每次投票，这个塔克辛他们这个维泰党大概都还是多数票能够当选，所以他还是有机会这个当总理。但是他一当总理之后，因为军权不在他手上，就很容易被军方政变给你搞掉。所以塔克辛第一个被搞掉，他被搞掉以后换他妹妹，他妹妹赢拉也被搞掉。那现在来讲的话，贝东丹也是平常讲，如果用这种概念来看，他就是因为讲话得罪了军方，对，所以我们那个将军对不对？好，叔叔你不要介意，我们的军方在那边耍帅，那个指挥官在那边耍帅，他因为这句话得罪了军方，那是不是他们3个人最后都是因为得罪了军方哈，被被等于说有点半政变的方式下台了哈。当然我们看到泰国的政局来讲的话，在这方面一直不是很稳定，所以我觉得洪森他并不是神预言，我觉得他只是很了解泰国的这种政局的或者他们政情的这种态势，所以他才会做这种动作。那最后我们证明他还是赢了，把贝东丹弄下台了。好，洪森还是有料到，就是说泰国其实长期以来都是被这个军方掌控啦。那等一下请杨老师来带我们看，就是说3代塔克辛家族是不是永远都还是没办法这个打破这样子的魔咒？那塔克辛家族还能东山再起吗？因为刚刚将军有帮我们提到这个3代的总理真的是无一幸免。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稍微回顾一下，当时2006年的时候是塔克辛嘛，当时他出访纽约，回头就被保皇派军事政变赶下台。再来就是塔克辛的妹妹银拉，2013年他推这个特赦法，想要让他自己的哥哥回国，结果竟然爆发示威。2014年他被法院解职，一直到最新消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贝东塔在处理泰检问题上面，同样都是跟军方有关系的，能不能东山再起，打破塔克辛家族魔咒？杨老师怎么看？他家族已经有4个人做首相了，你还要怎么样？第5个人吗？他自己本身，他的妹妹、他的妹夫、他的女儿，一个一个其实都基本上是被斗下来的，因为他商人的性格，商人从政不改商人利益勾结，政商勾结的这个作风。那可是呢，他在曼谷以外的这些农民做改革、做就是推动的一些政策，颇受支持。所以他选举的时候，他党总是不管叫什么名称啊，
总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席次。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斗不过泰国的政治精英集团，同时更斗不过太皇最支持以及最支持太皇的泰国军方。那泰国军方其实才是真正的泰国政治的掌控者，结合了太皇以及曼谷的这个政治精英。那所以呢，你就看到泰国过去这段时间的这种政治变化，大概就是这样子几个集团之间，尤其是跟洪森家族的这种对抗。因为一旦选举，他的票数就总会回来，那他可以去影响一些其他的小党，就可以组成联合政府。所以为什么他连续就是4个家族4个人，而且都是他最亲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代理人，也就是他自己了，连续在做这个总理的这个位置影响，那当然也就被不断的这个针对。宪法法庭讲句实在话，宪法法庭也是受军方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当然判像贝东丹这样一句话，当然这个是犯大忌是没错，但你说违宪，这就是有争议，见仁见智了。所以你说他再回来的可能性，我觉得他要找代理人了，不要自己家族的人出来了。自己家族人出来的话，我觉得那个家族的个性以及洪森想要去所有的掌控一切我觉得其实还是会面临到同样的灾难。那如果真的有好的代理人，甚至专业的经理人，在泰国继续他这样子商人从政的这种政治的话，应该会有这个可能的发展。不过，我觉得短期内他这个家族是应该回到重掌泰国政治，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